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是那些真正懂股票的人越沉默？不是他们不想说，而是说多了也没意义。市场不会因为你理解它就对你温柔一点。它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的是人性最赤裸的一面：贪婪、恐惧、侥幸，还有自欺。你看过多少人满腔热血地冲进股市，最后被磨得连呼吸都小心翼翼？有人说股市是印钞机，也有人说那是人间修罗场，但真正的老手都明白，这里从来不是靠聪明赢，而是靠活得久。你可能以为炒股靠的是智商，但真正决定生死的是心态。再高的学历也抵不过一次贪婪的加仓，再多的研究也挡不住一次情绪化的抄底。最残酷的是，这场游戏从第一天起就是结果论。你炒了10年，亏光了，那就等于你白活10年。市场不讲资历，不看努力，它只看结果。很多人第一次进股市都有种错觉，以为自己能成为那10%赚到钱的人。结果呢？7亏2平1赢，这个比例几十年来都没变。不是散户不聪明，而是人性太统一。你以为自己能理性，等真被套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理性是奢侈品。亏的时候想解套，赚的时候怕回吐，看到别人涨又怕错过，结果从来都不是被市场打败，而是被自己打败。真正的股市老手不怕亏钱，怕的是没系统、没计划、没底线。很多人一开始炒股，连家人都不支持。你说你要全职炒股，他们会觉得你疯了。一个稳定的工作不好吗？非要去玩那种看天吃饭的事？你要知道，哪怕到了今天，社会上对炒股的偏见依然很深。很多人认为炒股就是赌博，是懒人想一夜暴富的幻想。于是无数散户偷偷摸摸地炒，亏了不敢说，怕被笑；赚了也不敢说，怕被借钱。你看似一个人在盯盘，实际上是在跟整个社会的舆论对抗。这种孤独感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。而炒股的残酷之处在于，它确实像赌博，但又不是赌博。赌场输赢靠运气，股市输赢靠逻辑、时机和纪律。可惜大多数人没有逻辑，没有系统，没有纪律，剩下的就只有运气。行情好的时候，连菜鸟都能赚钱，于是错以为自己掌握了天命。可当行情反转，连经验老道的也难逃回撤。那时你才会明白，所谓靠天吃饭不是玩笑，而是现实。但更难的是，股市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。你问10个分析师，他们能给你20种答案。有人信基本面，有人信技术面，有人盯新闻，有人看资金流。理论多如牛毛，指标乱成天书。每个人都在找圣杯，但真正的高手最后都回到了一个字：舍。舍掉预测，舍掉情绪，舍掉幻想，只做自己能理解、能控制的那一部分。可做到舍，需要几年甚至10几年的代价。股市最反人性的地方在于，它逼你不断否定自己。你看一只股票涨了3天，忍不住冲进去，结果立刻被套。你好不容易忍痛割肉，它第2天又拉升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太笨？是不是市场在针对我？其实市场没空针对谁，它只是反映你还没学会等。大多数人赔钱，不是因为选错股，而是因为急。你想一夜翻身，市场偏偏要你慢。你越想赢快点，它越让你输得彻底。很多人说炒股是自由职业，实际上那是自我拷问的职业。别人上下班有规律，你是每天被 K 线支配。别人有老板，你的老板叫市场。他不会表扬你，不会提醒你，更不会体谅你。你迟到，他罚你；你犹豫，他惩罚你；你贪婪，他收割你。他不像上司那样会训话，他用亏损来教育你。最狠的是，
他从不讲情面；你对他情深意重，他照样无情下杀。可是，你又不得不承认，股市是唯一一个真正公平的战场。这里没有家世，没有背景，没有谁能靠关系长期吃红利。你有多少钱，承担多少风险；你有多冷静，就能赚多少利润。他不会因为你出身卑微而多给你1分钱，也不会因为你学历高就放你一马。每1分钱的盈亏都有逻辑、时机、耐心在后面支撑。你赚的其实是你能控制住的那一部分自己。一个真正成熟的交易者，最先学会的不是赚钱，而是善输。你看那些稳定盈利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会止损，而且止得干脆。市场里最危险的不是亏钱，而是拖。一次亏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不肯认输。明明该止损了，你心想再等等，等着等着就成了深套。然后你开始安慰自己，反正没卖就不算亏。但你忘了，机会成本才是最大的亏。你不止损，就是在浪费下一次赢的机会。善输听起来很难听，但这是所有赢家的共识。交易是一场谁能更快承认错误的游戏，能坦然面对亏损，才能留下执行系统的机会。那些赚到钱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错，而是他们错得够小，认得够快。你想赢，就得先学会小输。你要明白，亏损是成本，是门票，是市场给你的学费。如果你连学费都不肯交，还想拿到毕业证，那只能被淘汰。我见过太多人，输不是因为市场，而是因为不肯认错。一次亏损拖成大坑，一次补仓变成爆仓，最后连本金都没了，还在找理由。我明明判断方向对的，只是时机早了点。对不起，市场不管早还是晚，它只认结果。能活下来的都是那些输得起的人，而能输得起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系统。没有系统，你只是市场的食物。交易系统不是某个秘密公式，而是你对风险、纪律、节奏的理解。市场就像大海，系统就是船。你不可能靠游泳穿越太平洋。那些靠直觉操作的人，就像拿着桶去舀浪花，永远忙碌，永远没结果。系统的核心是截断亏损，让利润奔跑。听起来简单，但能执行到位的人不到1%。因为人性抗拒亏损，亏一点就心疼，赚一点就想跑。可真正的高手是亏损时果断砍掉，盈利时死死抱住。一个成熟的交易者不会纠结买在哪里，而是更在意怎么走出来。进场谁都会，出场才是关键。你见过多少人明明盈利，还被一次回调打回原形？那不是技术问题，是心态问题。你要知道，市场上永远都有下一次机会，但你的本金只有一次。没有离场计划的交易，不叫策略，叫碰运气。而运气总会用光。再说止损这件事，很多人知道要止损，但执行不了。原因不是心态差，而是压根没想清楚怎么止。有的人设个模糊的区间，比如20到22之间止损，可以跌到21.9，又想等等，到21.5又觉得快反弹了，结果一步步拖到深渊。止损要清晰，要具体，跌破哪个价位毫不犹豫砍。你模糊，市场就趁虚而入。亏损永远不是灾难，犹豫才是。再聪明的策略也挡不住一颗犹豫的心。很多人赔钱不是因为技术烂，而是因为拖。越拖越舍不得，越舍不得亏得越多。市场从来不等人，你犹豫的那几秒，可能就是别人获利离场的时机。要记住，止损不是失败，是保护。它让你有资格留在战场，等下一次机会。但仅靠止损还不够，
你还得学会资金管理。资金管理是交易者的生命线。再好的系统，如果仓位乱，就会被风险放大。很多人亏钱不是判断错，而是下太重。一次全仓，就算方向对，波动也能吓得你提前出场。控制仓位不是懦弱，是理智。市场永远不缺机会，缺的是你能活着的能力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一个聪明的交易者永远不会孤注一掷，因为他知道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他会分批建仓，分批加码，分批出场。牛市的时候顺势而为，震荡的时候宁愿空仓。因为真正的高手不追每一笔行情，他们只守属于自己的那一段。你看巴菲特一辈子出手几十次，但每一次都能成为教科书。投资不是勤快比拼，而是等待的艺术。有趣的是，很多散户明明知道道理，却总是控制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是在交易股票，而是在交易情绪。涨了想炫耀，跌了想复仇，每天心情跟 K 线一起上下起伏。你去看那些能赚大钱的老手，他们的状态都一样，冷。不是没情绪，而是把情绪训练成工具。能赢的交易者不是情绪少的人，而是能让情绪不主导决定的人。有时候你会发现，市场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你性格里所有的漏洞。你贪，他割你；你怯，他骗你；你犹豫，他惩罚你。最终你才明白，炒股其实不是在对抗市场，而是在修炼自己。能赢的不是技术最强的那群人，而是最能控制自己的人。市场上的每一次波动都是一场人性的考验。你不是跟别人竞争，而是在跟过去那个冲动的自己较量。你知道最悲哀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亏钱，而是浮盈。赚了一点点就飘飘然，觉得自己无敌，结果第二天全吐回去。那种空欢喜比亏钱还难受。它让你陷入一种错觉，以为自己会了，其实只是运气。运气赚的钱，最后一定会被能力还回去。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高手从不对短期盈利太激动，他们更关心的是系统有没有跑通，节奏有没有乱。你可能听过那句话，亏损是成本，盈利是副产品。这话没错。真正稳定赚钱的交易者早已不看重一两次盈亏，他们只在意长期胜率。一次亏 10%， 下次赚 30%， 长期下来才有复利。可惜大多数人只看眼前，一亏就慌，一涨就嗨，最后把自己完成了情绪的奴隶。股市像人生，刚进场的时候，你以为靠努力就能赢，后来你才懂，靠的是理解。再后来，你才明白，靠的其实是克制。克制贪婪，克制恐惧，克制冲动，克制幻想。能克制住自己的人，最后都会赢。因为市场最终奖励的不是聪明，而是冷静。所以我常说，炒股不是赚快钱，而是让你在波动里看清自己。每一次亏损都是提醒，你哪里还不成熟；每一次盈利都是考验，你能否不骄傲。那些真正从股市里走出来的人，心态早就超脱。他们不再赌命，而是等势。他们不再问什么时候能赚，而是问我这次亏的值不值。当你能从亏损中看到成长，你就离稳定盈利不远了。最后，我想告诉你，别幻想一夜暴富。炒股不是通往自由的捷径，而是一条修行的路。它残酷、漫长，但公平。
它逼你面对自己的弱点，也教你尊重规律。当你能笑着面对亏损，能淡定面对波动，能拒绝诱惑，等待机会，你就已经超越了90%的人。市场不会奖励冲动，它只奖励耐心。能长期活下来的，最后都能自由。所以，别去找什么必胜公式，也别信所谓内幕。你需要的，从来不是更多的技巧，而是更少的欲望。别想着征服市场，学会顺应它。别想着每次都赢，学会优雅的输。因为在股市里，能输得漂亮的人，最后都会赢得体面。你可能会问，那到底怎么活得久？先别急着找秘密武器，先把会要你命的东西清掉。第一样，模糊止损。你心里只要还有再等等，市场就会抓住这个缝，把你从轻伤拖成重伤。给你一个简单到残忍的做法，每次进场前，先写下一个明确的退出价，精确到小数点，不允许自己改。跌破就是走，哪怕隔天它真的反弹，那也跟你无缘。你要的是系统稳定性，不是事后诸葛的自我安慰。第二样，情绪补仓。很多人亏了喜欢摊低成本，嘴上说这是策略，实际上是赌徒心态。你可以分批建仓，但前提是逻辑还在，趋势没坏，资金规则允许。一旦逻辑破了，摊平只会把一桩小错误放大成账户事故。第三样，满仓梭哈。有人自豪说自己有勇气，可市场不奖励勇气，市场奖励的是可持续。仓位像安全带，不是为了让你跑得更快，而是让你在急差时还能活。你只要坚持3个月不满仓，回头一看，活下来的概率就已经超过大多数人。这里我讲一个很典型的场景。A 君方向判断对了，但一上来就重仓，结果先来一次正常的技术回撤，心跳飙升，夜里睡不着，第二天支撑一破，下到砍单。砍完它就涨，他开始怀疑人生，是不是我不应该止损？于是 B 君上场，同一个人，不同的一天。他学乖了，不止损，硬扛，结果一次小回调变成长阴，账户一眼望去全是红色的负号。你看到了吗？方向对不对，其实没那么重要，仓位才是决定你能不能拿得住的钥匙。拿不住就谈不上趋势，谈不上利润，更谈不上复利。复利是什么？不是你赚多少次小钱，而是你避开了多少次致命一击。市场上最毒的不是慢慢亏，而是突然没了。那一下把你多年积累打回原形，你就会明白，真正的高手不是天天在赚，而是很少出事。避险是为了有资格谈收益。你看那些能稳定的人，他们不追每天的热闹，不痴迷短线的刺激，他们只做可复制的事情。可复制意味着你下一次能照样做出来，而不是靠一次运气。有人会问，那有没有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节奏工具？有，但不是神话。比如你总听人说价量配合均线发散 MACD 金叉，听起来像口诀，但要怎么用？给你一个朴素的路数，先看价格的位置，它到底是在底部震荡区突破，还是在高位拉高不涨？再看量能的性质，是放量突破、缩量回调，还是无量上冲、放量滞涨？最后看节奏，快涨之后有没有正常的回踩确认，均线有没有从粘合到发散。别迷信单一指标，任何一个信号都可能失真，但3个维度合起来，概率会更像你的朋友。记住，是概率，不是保证书。你尊重概率，概率才会回报你。那实战怎么落地？给你一个叙事化的流程。第一步，先看背景，市场的总开关在哪里？是资金风险偏好升温的初期，还是在末端的狂欢？是外部风险刚落地，还是利空尚未出清？你别怕麻烦，这一步决定了你的参与度。第二步，做候选池，用最简单的条件，长期均线粘合，缩量整理时间足够长，关键位置首次放量，有效突破。第三步，等回踩。
真正好的机会不是一剑封喉，而是突破后的第一次回头确认，量能缩，价格稳，情绪静，这三者同时出现才叫舒服的上车点。第4步，设止损，哪怕形态再漂亮，跌破突破位也走。第5步，利润管理，每上涨一个台阶，你就把保护位往上提一格，把本来属于运气的东西慢慢转化为确定性的安全边际。到这里，有人会反问，那基本面呢？难道不看吗？当然要看，但我建议分时段。你做中短线，基本面先看方向性，行业是不是逆风变顺风，公司有没有边际改善，财报有没有给出趋势的雏形。别试图在3-5天里赚完3-5年的价值，该赚的重估段在趋势扭转早期，等估值修复到位，你就别恋战，交给时间价值的人去拿。你做长线，那就翻过来，以基本面定锚，以技术面拿节奏。长线也需要仓位管理，也需要止损，不是价格止损，是逻辑止损。假如行业逻辑被证伪，假如公司治理出现硬伤，假如护城河被攻破，别犹豫，撤。还有一个让人容易忽略的东西，机会成本。市场永远有热点，你不可能每一波都踩上。真正的败因不是错过，而是被套住。被套住就没子弹，没子弹你就看着别人上车，于是你会急，急了就乱，乱了就亏。所有的连环事故都是从上一笔没处理干净开始。记住一句冷酷的话，错过不可怕，占着错的东西不放才可怕。割舍是为了把位置让给对的东西，这才是资金管理的灵魂。说个心理层面的难点，浮盈管理。多数人守不住利润，不是因为策略不行，而是因为太想把每一分钱都装进兜里。你以为高抛低吸很美，但你会发现，真正的趋势段最怕聪明。一会儿怕回吐，卖，卖完它就继续涨，于是追，追了又遇到正常回踩，于是慌。结果你把原本能拿住的一段利润切割成无数次手忙脚乱。解决办法很简单，把趋势段的钱交给移动保护位，而不是交给情绪。涨就让它跑，跌回关键位就让系统拉你离场。你会错过部分顶部，但你会拿住主体段。这就是让利润奔跑的真实模样。你或许也在意胜率这件事，听我一句，别被胜率绑架。很多捕捉大趋势的体系，胜率只有4成，但盈亏比高，最终仍然漂亮。反过来，胜率8成的短打系统，可能被2次大回撤吞掉1年利润。关键看你在设计系统时，敢不敢把小数写进规则里。只要你能把单笔亏损限定在可控范围内，系统的数学期望值就站在你这边。交易不是比谁一次赢更多，而是比谁长期更稳定。稳定来自哪里？来自规则可执行，来自人可自控。到这你可能会笑，听起来像修行。这就是修行。你每天面对的不是 K 线，而是自己。你能不能不追高？你能不能不抄底？你能不能不赌消息？你能不能在全世界都兴奋时冷静，在所有人都绝望时不至于毁灭自己？答案不在书里，在你的每一次点确认的手指上。那一下决定你是赌徒还是交易者。有人会追问，那什么情况下该空仓？当你看不懂，当市场进入消息面主导、剧烈来回扫的时期，你的规则触发频频假动作，胜率掉到系统预期以下，就收手。空仓不是认输，空仓是战术后撤。你得承认，市场会有你无法占优的阶段，就像一条河，有时洪水滔天，有时风平浪静。真正的掌舵者不会在黑夜里硬闯，白天再走也不迟。你要敬畏看不清，因为看不清时的每一次出手都是在给系统扣分。再谈学习，很多人以为多读几本书，
多看几位名家的语录就会进步。不是，知识是地图，交易是走路。你得把地图装进腿里。最有效的训练只有2个字：复盘。你把每一笔交易都写成病历，记录入场原因、风险设定、市场背景、离场执行、情绪波动，隔一段时间回看，你会发现自己稳定出错的地方。有人总是追突破后的第一根长阳，有人总是超头部回落的第一刀，有人总是用错误的周期互相干扰。把这些习惯性错误圈出来，一条一条对峙。不要追求一蹴而就，能纠正一个就是巨大的复利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强调一个现实：你的受众、你的圈子，甚至你身边朋友的赚钱方式，可能和你完全不同。有人靠快打短线赚钱，有人靠趋势慢慢推，有人靠基本面拿得住。别嫉妒，也别轻视，因为每一种方式背后都是性格和耐心的匹配。你要做的是找到与你的天性相容的路径，然后用规则把它固化。别把别人的刀法硬套在你的手上，流血的会是你自己。顺便说一句，社交媒体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坏消息，而是成功学式的好消息。你看到别人1周翻倍，看到有人1天5连胜，你的多巴胺就开始原地起舞。可你不知道他背后的回撤有多深，爆掉过多少次。市场不缺幸存者偏差的故事，但你的账户只认现金流。每当你被别人战绩刺激到想加速，请先做一个动作，把你的规则再读一遍，把仓位调回到能睡得着的水平。睡不着的钱，迟早会从另一个地方被市场拿走。你可能也会遇到这种关卡，连续几笔止损，怀疑系统。记住一条底线，在统计学上，任何有优势的系统都会经历连续亏损段。你要做的是确认它还在你的期望区间内。如果还在，就别动它；如果不在，就停下来复盘，少做甚至不做，直到重新校准。别在最该稳住的时候把系统推翻重来。你每推倒一次，就重新回到新手村。最后这个问题几乎决定你能否走得远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是短期的兴奋，还是长期的自由？想清楚，就会知道该怎么做。要兴奋，那就去追热闹；要自由，那就尊重枯燥。自由来自可复制的确定性，确定性来自对不确定的敬畏，敬畏落在每天那些看起来无聊的动作上：设止损、控仓位、做复盘、按规则。你以为这些是束缚，其实这是你通往自由的护栏。当你真正接受善书小错的哲学，你对市场的态度会变。别人狂喜时，你不会上头；别人恐慌时，你不会自毁；别人用情绪加速，你用规则慢慢前进。慢不是落后，慢是为了不摔跤。你会发现，账户的曲线不再像过山车，而更像一条台阶式上行的线，涨一段，稳一段，再涨一段。等你哪天回头看，会突然意识到，你已经从想赚钱的人进化成会赚钱的人。现在深呼吸，不要急着去找下一只所谓的黑马，也不要去刷那些让你肾上腺素飙升的战报。把今天的这些话落在你下一笔交易上。少一点侥幸，多一点规则；少一点自我感动，多一点可复制；少一点我觉得，多一点我执行。市场的门永远开着，只是他只放那些尊重他的人进去坐久一点。愿你不是那个来去匆匆的游客，而是能在风浪里把船开到想去的地方的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